众人哗然，一个个都颤抖的惊呼出来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居然被降魔堂带走。此刻一个个心神震颤时，前方的老者忽然眼睛一瞪：“都闭嘴！”这声音如雷霆，立刻轰鸣四方，使得白小纯等人顿时安静下来，一个个都看向老者时，这之前还慈眉善目的老者，此刻目中露出凌厉之芒。降魔堂，降妖除魔，杀敌为道，这种至高的荣耀，你们居然还嫌弃？现在听好了，老夫现在速度上只展现1成之力，你们都跟上老夫。当老夫到了降魔堂大殿广场后，最后一个到来之人，老夫给他安排一个大任务。老夫赏罚分明，若是有人能速度上超越老夫，那么3年之内，此人不需要去完成任何任务。老者冷哼，转身一晃，速度骤然爆发，直奔远方。四周众人都吸了口气，那种所谓的大任务，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，顿时一个个都修为全部爆发出来，拼了全力去跟随。白小纯在人群内，此刻哭丧着脸，他觉得自己被坑了，心中愤愤，更有对降魔堂的恐惧。随着老者一路疾驰时，满脑子都在浮现这段日子听说的关于降魔堂的种种传闻，尤其是方才四周弟子的那些颤声话语，更是让白小纯心肝都在哆嗦。应该不是陈曼瑶，他没有坑我的动机，此事应该是陈曼瑶的力量，也无法去干扰。实有星号，还是那天人家族的李元胜，此人为了置我于死地，已用全力。白小纯咬牙时，眼看四周其他同伴速度一个比一个快，彼此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后，白小纯深吸口气，目中露出执着，身体轰的一声直接冲出。速度之快，在这冲出的过程中还不断的加速，嗖嗖之音刺耳，如同破空，更是出现了残影。眨眼间他就追上了前方所有人，玩命的狂奔。他可不想成为最后一个，他想的是老者所说的奖励，如果超越，则3年免除一切任务。这句话就如同鸡血一样，刹那打入白小纯体内，让白小纯双眼出现血丝。此刻咬牙疾驰时，渐渐的看到了前方的那位元婴老者。这元婴老者看似速度很快，可实际上并没有全力，而是悠哉的向前迈步，只不过一步走出就是数十丈开外。原本按照他的想法，后面那些弟子能跟上就不错了，而他的打算也是给这些弟子一个下马威，毕竟降魔堂苦啊，他也知道，所以每年来选人时都是如此威慑一番。此刻正感慨的前行时，忽然听到了身后的呼啸声，老者一愣，神识扫过后，立刻就看到了白小纯一骑绝尘，超出了其他人太多，甚至距离自己这里也都很近了。咦？老者很是惊奇，他这些年选择降魔堂修士，还从来没遇到速度这么快的。此刻不由得身体一晃，略微认真了一些，速度一下子就暴增，刹那就飞跃数百丈开外。白小纯在后面气喘吁吁的飞奔，眼看就要追上了老者，可眨眼间对方竟速度攀升，拉开了数百丈的距离。他顿时就急了，背后翅膀出现，狠狠一扇之下，速度再次爆发，比之前还要快上几分，直奔老者追击而去。二人一前一后，速度都飞快，甚至仔细去看，还可以清晰的看到白小纯这里的速度居然比那老者还快一些。在那翅膀与肉身之力的爆发下，在天道金丹的运转中，白小纯渐渐的拉近了距离，与老者之间从之前的数百丈变成了现在的10丈左右。老者也是眼睛一瞪，速度再次提高了一些，他此刻已将自身1成修为展现的速度施展到了极致。多少年来，他多次选择降魔堂弟子，从来没遇到能有人速度上超越自己1成修为的，可眼下竟遇到了白小纯这么一个让他觉得诧异的修士。甚至他发现自己哪怕将这1成修为展现到了极致，可在距离上居然还是慢慢的被白小纯一点点的逐渐迫近。尤其是此刻距离降魔堂所在目光都可以看到时，白小纯终于追到了老者的身边，他呼哧带喘的声音传遍四周。此刻额头青筋鼓起，目中露出执着，似已玩命。白小纯的确在玩命，他已经看到了降魔堂，看到了在前方有一座大山，此山云雾缭绕，四周围绕此山修建了无数的阁楼大殿，可以看到不少修士来来往往。尤其是在那座大山上，正对着白小纯的方向刻着3个磅礴的大字：降魔堂。这3个字每个都有100丈大小，通体血色，触目惊心的同时，似有一股逼人的煞气。
从这3个字内扩散开来。白小纯目光一缩，速度更快。他想着自己一定要超越那老者，获得3年内免任务的造化。这小子干什么？非要和老夫过不去是不是？老者一瞪眼，他身为元婴真人，且修为高深，哪怕1成之力，可若是让一个小辈追上，会很丢人。此刻皱起眉头，眼看前方降魔堂已经就在眼前，他正迟疑时，突然的，白小纯的速度在距离降魔大殿只有不到1000丈时轰然爆发，竟直接展开了撼山状，轰的一声，速度攀升无数，刹那就超越老者，眼看就要达到大殿广场。他身后元婴老者眼珠子都快要瞪了出来，他内心暗骂一声，突然的身体一步走出，竟直接展开了瞬移。可就在他瞬移的刹那，白小纯这里全身寒气轰然散开，笼罩1000丈范围时，他的身影居然也在这一刻如同瞬移，刹那消失，出现时赫然在了大殿广场上。这一幕让老者猛地张大了嘴，一副见了鬼的样子，可眼珠一转，身体依旧瞬移而去。我第一个到了，哈哈哈！白小纯喘着粗气，激动的大吼起来。他很确定自己是第一个。此刻正振奋时，突然的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远处悠悠传来：“不错，你的确是第一个。不过你站在那里干什么？老夫说的广场是这里。”声音传来时，白小纯一愣，连忙看去，立刻就看到在不远处另一片广场上，此刻那响魔堂的堂主正笑眯眯地站在那里，看着白小纯。白小纯呆了一下，看了看自己所在的这处正殿的广场，又看了看老者所在的偏殿的广场，他神色立刻暗淡，更是沮丧起来。白小纯欲哭无泪，觉得这老家伙实在太无耻了，可却不能说什么，于是悲愤的长叹一声，赶紧跑了过去，向着老者抱拳一拜：“弟子白小纯，拜见堂主。”元婴老者微微一笑，摆出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，可心中却冷哼一声，对于白小纯这里居然敢超越自己，已重重的记了一笔。随着老者的到来，很快的降魔堂内有不少人急速赶来，最快的一个是长着山羊胡的中年修士，这修士修为结丹后期，此刻快速来临，赶紧抱拳拜见元婴老者，极为恭敬的同时，言辞内更有阿谀之意，丝毫不在乎白小纯在一旁听到。元婴老者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后，那中年男子站在一旁，这才看了白小纯一眼，目光微闪，若有所思。不多时，其他修士陆续赶了过来，而最后一人是个筑基大圆满后的假丹修士，整个人颤抖的到来时，老者淡淡的看了此人一眼，便收回目光。他虽如此，可其身边的山羊胡却是留意到了。老夫冯有德，降魔堂堂主，你等从此之后就是我降魔堂修士，一切遵从降魔堂规则。云道子，你来安排好了。老者交代几句，转身一晃，直奔山顶而去。就在众人各自茫然时，一旁被老者呼为云道子的山羊胡，此刻皮笑肉不笑的看了看白小纯等人。诸位不用惊慌，鄙人是响魔堂的执事，到了响魔堂以后，大家都是自己人了。不过所有人第一次来到这里，都需要执行一次试炼任务，现在我来给你们安排。云道子微微一笑，目光扫过众人，再看向白小纯时，他目中微不可察的一闪。赵柯，你去九隐州击杀魔修周武，此人1个月前于九隐州内肆意杀人，练邪功法器，务必灭杀。陆鹏，你的任务是击杀云尘家族的陈凡，此人结丹初期修为，可根据线索，此人如今重伤，你去将其头颅取来。韩平，你去滨来州督促刘氏家族将贡品送上，一路守护。很快的，一件件任务就从云道子这里安排下去，这里面有的轻松，有的具备一定困难，可看起来似乎都相差不是很大，毕竟是众人进入降魔堂后的首个任务，似乎降魔堂的这位云道子也没有刻意去刁难害人，且每一个任务都给出贡献点，多的竟给出数万，少的也有1、2万之多。至于那此番最后一个到来的修士，他的任务听起来也不难，只是让他去一处叫做万灵山的地方送一封信而已。此地修士一个个都在听到各自的任务后，不少人都心底松了口气。白小纯这边也在忐忑的等待。很快的，云道子的口中说出了白小纯的任务：白小纯去永洞州内白灵崖之地击杀营修左恒峰，此人修为筑基后期，
奖共现点3万。云道子淡淡开口，说完给了白小纯一枚玉简，又开始安排其他人的任务。很快的，此地这10多人的任务都一一交代后，云道子目光在众人身上一扫，脸上露出微笑。诸位道友，作为首次任务，难度不大，希望你们都能顺利完成。可若你们敢蔑视我想魔堂的安排，那么一定会出现你们不愿意看到的惩罚。现在给你们1个时辰准备，1个时辰后开始执行任务。云道子袖子一甩，立刻不远处有早就准备在这里的弟子到来，给白小纯等人一一发放了响魔堂的身份令牌后，云道子离去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心中都有些不安，无心交谈，而是一个个带着自己的任务匆匆走开。毕竟1个时辰太短，需要准备的又太多。白小纯也是如此，他离开了降魔堂后，直奔自己的洞府，途中心底始终在琢磨自己的这一次任务，有心不去，可也知道这里不是逆河宗，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击杀银修左横风，此人真的是筑基后期吗？如果是真的，这个任务不难啊。白小纯隐隐觉得不对劲，有陈曼瑶的安排，自己竟还是被安排到了降魔堂内。他虽不知道那里元圣用的什么方法，可总觉得自己执行的这第1个任务存在了很大的风险。在这不安中，白小纯回到了洞府时，张大胖以及陈曼瑶等人也都陆续来临。尤其是陈曼瑶，担心白小纯误会，来了后赶紧解释：少祖，此事我真的已尽力，也打探到了正是那李元胜暗中安排。陈曼瑶也郁闷，看向白小纯时露出歉意。张大胖与神算子也都在一旁发愁，他们被选的堂口还好，可白小纯这里的响魔堂，他们一想到其危险的程度，就不由得吸气。白小纯叹了口气，他现在关心的不是自己为何到了响魔堂，他关心的自己这一次任务到底危险程度有多高。你们不用说了，赶紧帮我去调查一下，这一次的任务到底有多少危险，我马上就要出去执行任务了。白小纯哭丧着脸，把自己的任务告诉了3人。张大胖3人听到后都凝重的点头，知道此事重要，没有久留，纷纷离去后，用各自的力量去打探消息。只是时间太短，容不得白小纯自己去打探，只能快速的整理行装，拿着任务玉简，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，距离外出已不到1炷香的时间后，白小纯哭丧着脸走出了洞府。此刻张大胖与陈曼瑶等人也都还没有结果传来，唯独神算子，他不惜自身修为给白小纯算了一卦。少祖放心，我神算子算的一向很准，你这一次虽有一些危险，可必定是逢凶化吉，有大贵人相助啊。神算子也不知是安慰还是确有其事，严肃地对白小纯说道。白小纯愁眉苦脸，长叹一声，正要说些什么时，手中的任务玉简散发强烈的光芒，这是在催促他尽快离开宗门执行任务。白小纯狠狠一咬牙，目中露出豁出去之意，身体一晃，直接飞向远处，很快的就到了传送阵所在之地，按照任务玉简的要求去了永洞州。永洞州是星空道集宗势力范围内97州之一，并非完全偏僻，可距离星空道集宗还是有不短地范围。即便是依靠星空道集宗覆盖了全境的传送阵，也只是能出现在永洞州内而已，距离他要去的白灵崖还有一段路程。此地一年都是夏季，丛林弥漫，四周湿气很重，一座座大山蜿蜒而去，一眼看不到丝毫人迹，就算是在传送阵所在之地也是如此。星空道集宗的传送阵修在一处山谷内，四周有阵法禁制守护，除非是星空道集宗的自身修士，外人不可踏入半步。此刻这永洞州内的传送阵光芒闪耀间，白小纯的身影耷拉着脸走了出来。希望此行能顺利，白小纯心底惴惴，他想起了当年的洛尘山脉，最开始的时候看去也是很安全的，可没想到最后那么危险。不管了，我就来意思一下，不能把自己小命丢了，若真的无法完成任务，我就不完成了。白小纯一咬牙，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法宝，尤其是逆龙角、古魔灵以及九州图这3样至宝级别的法器，让白小纯多了一些把握。李元胜，等我回来后，此事咱们没完。白小纯咬牙切齿，内心却在叹息，他觉得自己还是怀念在空城的生活。自从到了彩虹上后，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从人间掉到了黄泉。此刻咬着牙，
白小纯按照任务预检内的地图，确定了自己的方位后，向着白灵崖所在之地慢悠悠地飞了过去。地面上丛林弥漫，一个个参天大树此起彼伏，甚至还可以看到，在这丛林内，仿佛太久没有人到来，以至于地面上堆积了厚厚的落叶。这些落叶不知腐烂了多少年，形成了仿佛淤泥般的泥土。天空上乌云弥漫，笼罩四方，明明没有雨水，可却有雷霆之声，随着云层的相撞，时而轰隆隆的回荡开来。那种荒凉之感，让白小纯觉得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，他不由得连连吸气。最好是能遇到一些本地的修士，打探一下这白灵崖内的左横风的消息。白小纯喃喃低语，想了想后，替换了星空道集宗黄袍衣服，穿上一套寻常长衫，在这前行时不断的寻找本州修士。可这里似乎太偏僻了，白小纯磨磨蹭蹭足有10天的时间，竟在这无边无际的丛林半空中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修士的身影，反倒是一些凶兽时常可见，比如足有100丈长短的大蛇，还有一群长着人脸的飞鸟，时常在天地间飞翔时露出阵阵煞气。甚至他还看到一棵大树竟在下一瞬张开了大口，直接将从其头顶飞过的一只大鸟吞噬后，白小纯头皮发麻，赶紧飞得更高了一些。不对劲，这永洞州不会没人吧？白小纯看着这一幕幕，深吸口气，尤其是随着深入丛林后，随着他看到此地丛林内的凶兽，甚至还有堪比结丹之兽时，白小纯脚步猛地一顿。能居住在这里的修士，怎么可能是筑基后期？哪个筑基后期敢居住在这里？白小纯倒吸口气，正心里这么想着时，看到了远处丛林内竟有一条巨大的蜥蜴，轰的一声飞向天空，径直奔云层。其身体居然在飞起时不断的拉长，也就是10多息的时间。在白小纯的目瞪口呆下，他亲眼看到那蜥蜴居然变成了一条蛟龙。于云层内飞舞时，阵阵恐怖的威压扩散四方。白小纯再次吸了口气，立刻后退。这任务我不做了，我就不信完不成任务，星空道集宗还能弄死我不成？白小纯目中浮现血丝，狠狠一咬牙，身体骤然后退，就要回传宋镇所在之地。冯有德的惊喜。而此刻，星空道集宗内，白小纯离开降魔堂也有了10天的时间。张大胖等人一个个焦急，他们关于这次任务具体的事情虽了解还是不多，可也都从各个地方花费了不少的贡献点，查探出了似乎白小纯要去灭杀的那个筑基修士来头不小。只是当他们试图去联系白小纯，要告诉他这一切时，却发现不知什么原因，竟与白小纯联系不上。似乎因永洞州距离这里太远，又或者是其他的缘故，难以联系。就在他们焦急时，这空域彩虹上，食堂之中的降魔堂那位元婴真人的堂主正盘膝坐在降魔堂的大殿内，闭目打坐。对于之前将那批新人带来的事情，他早就没有去注意了。这些人的死活他不是很在意，毕竟降魔堂多少年来死去的弟子太多了。不过一般来说，作为首次任务，危险的程度都不高，往往都是有很大几率可以完成的任务。他也只是之前问了问云道子，没有具体问询，便回到了这大殿内，沉浸在修行之中。此刻，这元婴真人正盘膝时，忽然的，他身上的储物袋内有光芒闪耀。这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老者双眼蓦然睁开，皱起眉头，似很不悦有人打断自己的修炼。低头时从储物袋内取出玉简，神识扫过后，他神色忽然一变，眼睛都睁大了。这慈眉善目的老者吸了口气，目中露出不可思议，甚至还有一些惊疑不定。这是通天使者召见我。关于通天使者，他略知一二，知道此人神秘莫测，据说是来自通天海，在这星空道集宗内短暂停留，就连星空道集宗内的那位强悍的半神老祖都敬其3分。而这种大人物，在这之前自己只是远远的看过一眼，可眼下居然单独召见，这立刻让这慈眉善目的老者内心忐忑不安，更是不敢耽搁，立刻起身，迟疑了一下后，他匆匆走出大殿，化作长虹飞出，直奔上方，越过了第2层彩虹后，直奔最顶层的第1层彩虹飞去。此地有禁制存在，可这禁制在扫过老者后，立刻就散开，让其通过，使得这老者一路带着紧张，慢慢接近了第1层彩虹。星空道集宗的这第1层彩虹只有一道，其内居住的
正是整个星空道集宗内的那位半神老祖。而当通天使者到来后，那位神秘的使者也居住在这里。此刻，老者忐忑地靠近了第一道彩虹，不敢踏入，而是在外抱拳，深深一拜：“空域彩虹降魔堂堂主冯有德，求见通天使者。”他话语一出，立刻在他前方的虚无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。这身影打量了老者一眼，示意他跟随后，当先走向彩虹。老者深吸口气，带着紧张与不安，跟随那模糊的身影，慢慢走到了彩虹上后，来到了一处鸟语花香、弥漫浓郁灵气的山谷内。山谷里还有一处水潭，里面有不少七彩鱼儿正在游走，时而露出水面时，那鱼儿的头看起来仿佛幼龙一般。而在水潭旁有一处木屋，隐隐可见，似木屋内坐着一个身影，正在弹琴，阵阵琴声回荡，优雅中蕴含了一股杀伐之意，似乎可以影响四周的灵气，使得灵气在这山谷内环绕，凝聚成一个又一个凶兽的身影，让人看了后都会触目惊心。老者倒吸口气，放慢脚步，在距离那木屋100丈外，他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威压，不敢靠近，而是低头抱拳，深深一拜：“冯有德，拜见通天使者。”老者神色充满恭敬，对于这种连半神老祖都近3分的存在，不管是敬此人的修为还是背景，冯有德心知肚明，这都不是自己可以招惹之人。冯有德半晌后，从木屋内传出一个女子的声音，这声音蕴含了威严，仅仅是喊出一个名字，立刻就让冯有德神色更为肃然，再次一拜：“不要紧张，召见你来此地，是本座有一件事情需让你去做，使者请说。但凡吩咐，冯某倾尽全力，必定完成。”冯有德深吸口气，声音给人一种斩钉截铁，似一旦他说出口就必行会做到的感觉。“你想魔堂内有一个弟子，名为白小纯，此人在空域彩虹的这段时间不可有任何闪失。你若完成，等他成为元婴进入长老会后，本座送你一场成就天人的造化。”木屋内沉默片刻后，低沉的传出了声音，说出的话语让冯有德一愣。可他身为元婴修士，又是响魔堂的堂主，老谋深算，知晓有些事情了解的越少越安全，尤其是涉及眼前这个大人物，那么自己知道的越少就越是正确。而此刻他也顾不得去了解太多。当他听到成就天人的造化这几个字后，冯有德眼睛露出金芒。这话若是别人去说，他不会去信，可若是眼前这通天使者开口，那么他这里立刻就完全相信了。天人，冯有德目中露出渴望与激动，他对于天人的执着极为强烈。以他如今的修为，想要成为天人虽不是不可能，可机会却很渺茫。此刻通天使者的话语，他呼吸急促，赶紧抱拳再次一拜：“使者放心，此事在下一定办得万无一失。”冯有德强忍着激动，大声开口后，这才心匆匆地离开此地，化作一道长虹，直奔空域彩虹。一路上他都在激动不已，这种造化让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时来运转。数次吸气后，他才将这激动埋在了心底，可目中的金芒内透出的火热，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激荡。这白小纯是谁？居然能让如此大人物许诺，亲自给我下令？冯有德觉得这名字有些熟悉，可却没想起来。此刻打定主意，不管这白小纯是谁，自己好好招待就是，不能让此人有任何危险，让他在自己的降魔堂内顺顺利利的成就元婴。如此一来，那通天使者满意，自己也有天人造化。哈，我的天人之机指日可待。冯有德振奋，速度更快，渐渐回到了空域彩虹，一路内心喜悦，很快就到了降魔堂。让云道子速来见我。刚一回来，冯有德就立刻传出声音：降魔堂内的弟子太多，他不可能都认识，想要了解堂内修士，只需问询云道子便可。毕竟整个降魔堂内的修士名单以及任务安排都是云道子在负责，而作为自己的心腹，这位云道子这些年来的处理事情都让冯有德满意。几乎在冯有德回到大殿不久，云道子的身影就从外面急速而来，一路展开拳速，四生怕冯有德等得久了，甚至不惜展开秘法，使得速度再快一些，掀起阵阵音爆之声，刹那就来到了大殿外。深吸口气后，云道子整理了下衣衫，脸上露出阿谀的笑容，快速走近。刚一进来，云道子就看到了降魔堂堂主冯有德。这位慈眉善目的老者
竟不是如以往那样端坐在大殿的上首座椅上，而是站在那里，正走来走去，神色中的喜色或许别人看不太出来，可云道子身为冯有德心腹，一眼就看出冯有德这里必定是遇到了狂喜之事。云道子拜见堂主。云道子深吸口气，连忙开口：“恭喜堂主，贺喜堂主！今日弟子一看到堂主，立刻就看出堂主全身红光无尽，必定是有天大的喜事。”云道子脸上保持阿谀，笑着说道。冯有德闻言哈哈一笑，指了下云道子，摇头笑道：“你呀，以后少一些察言观色，多一些修行，突破原因不是不可能。”弟子云道子笑了笑，知道自己没有看错，冯有德此刻一定是心情非常好，于是弯腰正要继续吹捧几句时，冯有德袖子一甩，目中露出振奋期待，打断了云道子的话语，立刻问道：“得了，先别吹捧，我问你，我们响魔堂有没有一个叫做白小纯的弟子？”啊，白小纯？云道子一愣：“你在说我？有没有？”冯有德看到云道子的神情，眉头一皱，声音大了一些：“有，就是上次来的那一批里的一个弟子。”云道子不知冯有德为何突然问起白小纯，此刻有些紧张，赶紧点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是他啊！你立刻将他去将他请来，记得一定要客气。”冯有德哈哈一笑，立刻吩咐下去。此刻也想起了白小纯是谁，想到对方之前竟然在速度上超越自己，冯有德当时觉得不舒服，可眼下态度改变，觉得这白小纯毕竟是能让大人物关注之人，果然非同凡响。啊！云道子睁大了眼，脑海嗡的一声，面色变化，甚至额头都开始冒汗。他觉得不对劲，尤其是冯有德居然说请这个字，这句话里代表的意义让云道子越想越紧张。还不下去？冯有德眼看云道子在听到白小纯这个名字后就立刻冒汗，内心觉得疑惑，目光也凌厉起来。堂主，这白小纯，他来不了啊，他去执行任务了。云道子硬着头皮说道，内心却在咒骂李元胜。实际上之前他第一次看到白小纯时就立刻认出，而白小纯之所以最终还是被降魔堂选走，这里面云道子花费了一些心思。按照李元胜与他的约定，只要他这里弄死白小纯，那么好处多多。这种事情云道子也不是首次去做，在他看来，一个弟子而已，就算是质子又如何？在降魔堂，他想让谁死，谁必须要死。可眼下，云道子内心颤抖了。任务？冯有德一愣，他看了云道子一眼，目中凌厉刹那如同刀子。他身为降魔堂堂主，虽平日里不管事情，可对于整个降魔堂内的一些龌龊之事了解不少，知道这一定是白小纯这里得罪了谁，不然的话，这云道子不可能如此神情。去执行什么任务？冯有德语气已有不悦。是去执行灭杀一个营修左横风的任务。云道子苦着脸，赶紧开口：“去哪里执行？如实道来。”冯有德眼皮一跳，盯着云道子，一字一字的开口时，语气已有冰寒：“去地煞老怪的洞府。”这左横风是地煞老怪新收的弟子，云道子这一次真的郁闷极了，心底对于李元胜已经怀恨在心，同时也觉得委屈，心想这白小纯既然有这么硬的关系，能引起堂主关注，早说啊！什么？冯有德眼珠子都要瞪了出来，袖子一甩之下，顿时狂风轰鸣，这大殿内的摆放之物全部轰的一声，在这疯狂下摧枯拉朽，全部崩溃成为飞灰，一股让云道子颤抖的威压与风暴立刻扩散开来。你让白小纯去元婴修士地煞老怪的洞府，击杀他的弟子？冯有德整个人怒火滔天，赶紧让他回来，他不需要执行任何任务。冯有德怒吼一声，元婴修为散开，声音如天雷，传遍整个降魔堂。来不及了，他都去了10多天了，按照时间来算，早就到了。而且我给他的玉简上做了手脚，出了宗门就没法用了。云道子被冯有德的怒火吓得哆嗦，赶紧跪拜下来，哭丧说道：“你……”冯有德觉得自己的心都凉了，仿佛晴天霹雳，冷汗都出了一身。那的煞老怪一样，是元婴后期的修士，更是聚集了不少散修，尤其是此人有特殊嗜好，一想到对方的嗜好，冯有德就内心紧张起来，想着
若没有通天使者召见也就罢了，可若是召见之后，这白小纯就惨死在了外面，此事的后果难以估计。而一想到那位大人物连扮神老祖都近3分，冯有德顿时颤抖了几下，眼睛直接红了，面色不断变化后大吼一声：“你干的好事！”此刻怒意冲顶，冯有德一巴掌扇了过去，轰的一声，直接将云道子扇出了大殿，而他的身体也刹那飞出，到了半空后，双目赤红，声音传遍降魔堂。所有降魔堂修士10息之内立刻集结，给我开启降魔战周！永动周传送阵全面开启，最大范围的开启！立刻！冯有德发狂的大吼，整个降魔堂都震撼，所有听到声音之人一个个面色大变，不敢有任何耽搁，齐齐飞出。眨眼间，上万降魔堂的修士一个个就出现在了半空中，齐齐拜见冯有德。与此同时，一艘足有万丈大小的惊人战舟也在这一刻被运转，飞到了半空中。放眼看去，这10艘战舟狰狞无比，通体漆黑，让人触目惊心。没有结束，通往永动州的传送阵此刻也瞬间全面运转。轰鸣之声回荡时，降魔堂的动静立刻就引起了其他堂的注意，甚至就连空域长座也都在七彩山上察觉，露出吃惊。可还没等他们问询，冯有德就带着降魔堂这1万多修士踏上战舟，依靠传送之力，哪怕花费巨大，也都不惜代价的全部传送离去。轰鸣滔天，传送阵的光芒闪耀，因传送人数太多，使得其他3域彩虹的修士也都看到，一个个都吃惊不已。空域彩虹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是空域降魔堂？如此大的传送规模，莫非是去灭某个宗门？在这众人议论纷纷时，空域内的吃惊与哗然更多。李元胜也在人群内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，他隐隐有种莫名的不安之感。在这整个降魔堂出动传送永动州的同时，永动州内白小纯一路小心翼翼，准备放弃这一次的任务，此刻正向着传送阵的方向疾驰。按照他的速度全力以赴的话，预计3天左右就可以到达。此刻白小纯心底也在叹息，他不知道自己放弃任务回去后会有什么惩罚等待，再怎么惩罚也不会真的要了我的小命吧。白小纯给自己打气，此刻愁眉苦脸，正飞行时，他忽然脚步一顿，看向远方，立刻就看到在那里赫然有3道长虹正疾驰而来。长虹内当中之人是一个白净的青年，这青年很是俊朗，手中还拿着一把扇子，穿着一身大红长袍，看起来很是不俗，只是双眼内有些暗淡，似神采不多，仿佛是被酒色掏空了身子。他的身边是2个老者，这2人竟是结丹中期的修为，此刻神色冷漠，随着青年前行。在白小纯看向这3人时，他们也看到了白小纯，彼此都愣了一下。此地荒凉，很难看到修士身影，此刻彼此目光凝聚后，白小纯立刻警惕，尤其是他看到那青年后，更是内心咯噔一声。此人正是他接到的任务内的左横风，在他的任务预简里，甚至还有对方的画像，一模一样。居然遇到了，这任务果然有问题。筑基修士居然身边跟着2个结丹，该死的！我身为逆河宗少祖，出门都没有这种待遇。白小纯内心一颤，眨了眨眼后，装作没看到对方，就要快速离去。可他要离去，但那左横风却在看到白小纯后，双眼猛地一亮，手中的扇子下意识的就打开，扇了几下后，嘴角露出一丝淫笑。好久没看到如此白嫩的修士了，皮肤如此雪白，身材不胖不瘦，更为让人赞叹的是神情中还带着清纯，若换上女装，一定是个绝代佳人。左横风笑声传出，看向白小纯时，目中的光芒更为火热。对于左横风的话语，白小纯开始还没反应过来，可很快就觉得不对劲，转头看去时，看到了左横风的双眼，尤其是那火热的目光，立刻就让白小纯觉得头皮发麻。你在说我？白小纯有些懵，隐隐觉得自己在对方的目光下似没有穿衣服一样，觉得怪怪的。2位长老，拿下此人，这就是我要送给师尊的寿礼了。左横风舔了舔嘴唇，哈哈一笑后，手中扇子一指白小纯。那2个结丹中期的老者微微皱眉，白小纯这里的修为，他们也看出了1、2。若是换了其他时候，他们大都会选择彼此避让，可眼下
既然左恒峰说出了要以此人为寿礼，他二人仔细的看了看白小纯后，也不得不承认此人的确符合地煞老怪的口味。于是二人看了看，目中都露出寒芒，直奔白小纯飞来。小宝贝，别着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说悄悄话。左恒峰激动，目中的光芒更为闪耀，甚至脸上还出现了一些潮红。白小纯此刻猛然间反应过来，立刻就倒吸口气，眼睛瞬间睁大，怒吼一声：“我是男的，我知道，一会儿哥哥会好好调教你的。如此角色，在这荒凉之地，着实少见啊！”左恒峰嘿嘿一笑，话语间，那两个结丹老者传出鹰豹之声，已逼近白小纯。小纯大怒，这两个结丹老者修为不俗，更是擅长联手击杀，此刻几乎不分先后，从左右两侧直奔白小纯。还没等临近，左侧老者掐诀间，立刻从其手中滋生大量黑气，于身前凝聚，形成了一条巨大的狰狞黑龙。这黑龙全身虽是雾气组成，可却透出阵阵腐朽之意，所过之处，就连虚无也都仿佛要被腐蚀。更有腥风扑面，使得地面丛林树叶顷刻间就枯萎成为飞灰。这一幕让白小纯双眼收缩。与此同时，右侧的结丹老者一样凶残，在前行中，此人的脚下竟出现了一朵朵赤色的莲花，这些莲花片片幻化，居然组成了一个阵法，笼罩四方，仿佛要封锁周围。更是在这阵法形成之时，右侧老者的双目内赫然出现了一道道复杂难懂的符文印记，随着双目的闪动而闪烁，使得这四周的虚无一瞬间就充满了压抑之感。一个以死气化符，一个以身练阵，白小纯面色变化，内心也郁闷。他本不想完成这一次的任务，可偏偏竟与对方遇到。原本按照他的想法，装作没认出来，直接走了就是。可他不愿惹事，但那左恒峰竟如此嚣张，甚至对自己这里生出了歹意，这就让白小纯不高兴了。尤其是左恒峰的话语，让白小纯觉得全身恶寒的同时，更有怒火。一想到自己若真的被对方擒住的后果，白小纯就觉得背后凉飕飕的。此刻怒吼一声，目中露出一抹寒芒，身上的煞气骤然散开。在那两个结丹修士临近的瞬间，白小纯不但没有后退，反而向前一步踏出。在这一步落下的刹那，寒门养念诀在其体内骤然运转，向着四周轰然扩散，咔咔之声回荡间，中寒之气直接笼罩方圆数百丈，竟将此地化作隆冬，甚至还有雪花凭空出现，不但将那两个结丹修士覆盖在内，就连左恒峰也都在眨眼间被寒气弥漫，面色大变。寒道功法！那两个结丹老者一样双目收缩，彼此在这寒气弥漫下顿时心惊。能将寒气修炼到这种程度，如改变一定范围内的天地变化，这在结丹修士内极其少见。且在这寒气扩散下，在这范围内，除了白小纯外的其他人，在速度上都将因寒而将慢上一些。这一切说来话长，可实际上只是电光火石间发生。随着寒气散开，白小纯一步落下时，左侧老者的腐朽黑龙已临近白小纯前方不到1丈，可这1丈却再也无法飞跃。从其头颅开始，寒冰瞬间扩散，眨眼间，这条狰狞的黑龙竟被彻底冰封，化作了冰龙。白小纯看都不看一眼，脚步落下的瞬间，他的身体刹那消失，出现时赫然在了左侧老者的身前，右手抬起，向着面前这老者狠狠的一拳砸去。轰的一声，那老者一脸不可思议，嘴角溢出鲜血，身体噔噔噔急速后退，失声惊呼：“瞬移！”不但是他这里骇然，右侧的老者此刻也是倒吸口气，一脸震撼。几乎在他开口的同时，白小纯速如闪电，直奔左侧老者追击而来。右手抬起时，碎喉所展开，更有吸力从其手中散出，速度之快，眨眼间就临近老者。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直接就在老者的内心爆发，他呼吸急促，来不及多想，危急关头，老者双手掐诀，顿时激发了更磅礴的黑气，这黑气笼罩他的四周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骷髅头。在白小纯靠近时，他大吼一声，爆发全部修为之力，要去阻挡白小纯的杀招。还有右侧那位结丹中期的老者，此刻也是焦急，知道这一次他们招惹了一个恐怖的存在，一旦自己的同伴死亡，那么自身这里怕也活不了多久。双目顿时赤红，低吼一声，
目中的符文闪耀到了极致，甚至在他的身体上都有符文游走，竟在这寒气内强行激发了速度，直奔白小纯，要去阻止。白小纯目中金芒闪耀，冷哼一声，速度不但没有减缓，甚至在背后都出现了翅膀，更是发动了撼山状，使得他的速度在这一刹那轰然暴增，掀起了刺耳的音爆，快过了要来阻止自己的右侧老者，直接就与前方的左侧老者身前的黑雾撞在了一起。这可以腐蚀一切的黑雾，在与白小纯身体碰触后发出呲呲之声，可却无法去腐蚀太多，甚至可以说还没等去腐蚀，白小纯的右手以超越闪电的速度，直接就出现在了这结丹老者的脖子上。你！老者睁大了眼，露出无法置信与骇然，声音还没等传出，白小纯右手狠狠一捏，咔嚓一声，这老者惨叫传出，身体急速后退时，他的脖子竟与身体扭曲起来，鲜血从他的口中不断的喷出，可结丹修士庞大的生命力支撑着他勉强存活。此刻后退时，他的目中露出恐惧，可还没等退出太远，白小纯右手抬起，遥遥一指，立刻他的储物袋内逆龙角呼啸而出，如一道劈炼划破苍穹，直接从这后退的老者眉心瞬间刺入，穿透而过。轰的一声，老者瞪着大眼，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，坠落大地，直至死亡。他的目中都带着无法置信，似不敢去想象自己只是一次失误，在交手时被对方的瞬移占据了优势后，竟一路被碾压的在几个呼吸内就直接陨落。在他死亡的同时，那全身阵法符文游走的另一个结丹老者内心咯噔一声，倒吸口气，全身的符文竟在这一刻全部脱离身体，飞向白小纯时，还没等靠近，就全部自行崩溃。顿时轰鸣之声滔天，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扩散，推动着结丹老者身体倒卷。他内心颤抖，目中带着恐惧，刹那就到了被寒气僵定在半空中的左横风的身边，一掌拍在左横风身上。砰的一声，左横风全身一震，鲜血喷出，双眼内的火热退去，取而代之的却满是惶然，被老者抓住手臂，向着远处急速逃遁。这一切举动行云流水，反应可谓极快。想走？白小纯猛地转身，眉心第三目在这一瞬蓦然睁开，爆出紫色的光芒。这光芒一瞬间就笼罩在了这结丹老者的身上，使得此人脚步一顿，身体竟不受控制的居然倒退回来。眼看如此，这结丹老者目中露出绝望，狠狠的一咬牙，口中传出凄厉的嘶吼：“少主快走！此人不是寻常结丹！”他话语间狠狠一推左横风，左横风嘴角溢出鲜血，身体化作一道长虹直奔远方。此刻他内心哆嗦，升起了无数的后悔。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随意遇到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好欺负的修士，居然如此强悍。该死！该死！左横风哆嗦，不惜展开耗费寿元的术法，喷出鲜血，血遁而去。就在左横风血遁远去的同时，他的身后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。这惨叫很快就戛然而止，可传入左横风的耳中时，他的颤抖更多。他的身后那第二个结丹老者，此刻在白小纯的通天法眼下被束缚了身体，随着白小纯右手狠狠一捏，顿时这扩散在四周的寒气一瞬间倒卷顺着老者的身体钻入，刹那就将其冰封成为雕像。被白小纯一指落下后，雕像崩溃，四分五裂。还有你，都是你逼我的！白小纯恶狠狠地盯着左横风远去的背影，他一想到方才对方的淫笑以及话语，就觉得背后凉风阵阵，右脚在地面狠狠一踏，肉身之力全面爆发下，轰的一声，大地直接坍塌，出现了一颗深坑的同时，白小纯借力之下，身体骤然冲出，背后翅膀急速扇动，撼山状更是加速，使得他的身影之快，哪怕左横风血遁，竟也无法逃出，很快的就被白小纯直接追上。他刚一临近，立刻寒气扩散，左横风身体颤抖，在这寒气下，双腿僵硬，速度也慢了下来。随着白小纯右手狠狠一指，笼罩在左横风身边的寒气立刻化作了一道道冰刃，向着左横风直接卷去。你敢杀我，我师父！左横风发出凄厉的惨叫，话语刚说到这里，那些冰刃直接从其身体上横扫而过，分割身躯，形神俱灭。宗门对我太好了，哼！你师父又如何？这次不杀你，万一让你这恶心人的家伙成长起来，
回来报复我怎么办？就算是打不过我，你去报复我的那些好朋友怎么办？白小纯咬牙开口，他这一次是真的被恶心到了。此刻嘀咕了几句后，突然的，他的储物袋内小乌龟露出了头。按照龟爷我以往的经验，那些有背景的家伙，只要临死前这么一喊，他们的背景就会出现。小乌龟摇着脑袋，傲然开口时，白小纯头皮一麻，低吼一声：“闭嘴！”白小纯有些紧张，心虚的看了看四周，觉得不安，正要离去，可就在这时，突然的，远处有一声超越天雷的怒吼，轰隆隆的横扫天地，咆哮而来。是谁杀我爱徒？这声音之大，竟掀起了风暴，使得天地色变，风云倒卷，就连下方的丛林也都剧烈的摇晃起来。白小纯面色大变，哀嚎一声：“都怪你，你这是什么嘴啊！”白小纯哭丧着脸，这传来吼声之人，仅仅是声音就这么恐怖，可以想象一定不是结丹，极有可能是元婴。一想到对方是元婴修士，白小纯就全身汗毛耸立，惨叫中玩命般展开全速，向着传送阵的方向急速逃遁。无视老夫地煞的存在，居然敢在老夫的洞府门前击杀老夫爱徒，你找死！那带着滔天怒意的声音再次传出时，距离白小纯这里更近了。白小纯紧张的回头看了一眼，立刻就看到远处的天地间，赫然有一片足有数千丈大小的黑云，如排山倒海一样，正呼啸而来。黑云中赫然存在了无数的冤魂，这些冤魂一个个都在嘶吼，甚至相互之间还有撕咬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在那黑云上站着一个穿着黑袍的老者，正是左横风的师傅地煞老怪。他背着手，眼如闪电，神色阴沉，目有怒意。白小纯与他目光隔着千丈，可在碰触的一瞬，他依旧脑海轰的一声，体内修为竟颤抖不稳。真的是元婴！白小纯惨叫一声，此刻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他一想到对方的话语所说的意思，自己是在其洞府门前杀了其爱徒，他就心中委屈。我都要走了，是他来惹我的呀！还有星空道吉宗给我找个任务，看起来是灭杀一个筑基后期，可却没告诉我，这恶心人的家伙有个师尊是元婴啊！白小纯越想越是委屈，此刻不死长生功展开，甚至寒气扩散，以此方法瞬移逃遁，可还是很快的就被身后那片翻滚而来的黑云追了上来。给我死！一声怒吼从白小纯头顶传来，黑云笼罩间，一个大手从黑云内直接落下，足有100丈大小，向着白小纯这里直接轰来，气势惊人，威压滔天，更有一股封印之力锁住四方，大地颤抖，草木刹那枯萎，白小纯的身体内甚至还有生机之力控制不住的被抽出。眼看着大手就要落下，危机关头，白小纯尖叫一声，立刻激发体内九州图。这九州图瞬间出现，笼罩白小纯，一卷之下，竟展开类似挪移传送之力。在那大手落下的刹那，白小纯的身体骤然消失，出现时已在了数十里外。他面色苍白，来不及回头，再次展开全速疾驰逃遁。你逃不掉，等老夫将你抓住后，必定剥下你的皮，给你点天灯。他的身后，地煞老怪脚下的黑云再次追上，翻滚间又一次笼罩在了白小纯的上方，遮盖了阳光时，地煞老怪右手掐诀，向着地面一指，立刻整个大地轰鸣，竟在白小纯的四周方圆1000丈内，所有的草木全部枯萎，化作了黑气升空，眨眼间竟在这1000丈形成了一个圆圈，如同封印，使得白小纯无法冲出这片范围。在白小纯面色变化的同时，那只黑色的大手第二次从云层内轰轰而来，直奔白小纯时，白小纯惨叫一声，再次施展九州图，瞬间消失，可出现却不是在1000丈外，而是这1000丈范围内的一处黑气形成的壁障闪耀，他的身影被强行阻断了瞬移，出现在了这里。刚一出现，那黑色大手再次来临，白小纯目中露出绝望，在那元婴的追杀下，他根本就无法逃走。眼看危机，白小纯猛地大吼起来：“你敢杀我，我背景老大了！你敢动我一下，你死定了！”白小纯说完，地煞老怪冷哼，黑色大手速度更快，眼看就要拍下，就算拿出龟纹锅也没用啊！白小纯眼泪出来了，他觉得左横风一说这句话，立刻其师傅就来了，可自己说这句话，怎么没人来？正在这危机关头，
白小纯双目赤红，准备豁出去一拼时，可突然的，地煞老怪，你敢！一声气急败坏、近乎疯狂的怒吼从远处蓦然传来。这声音的出现，让那黑色大手一顿，地煞老怪猛地抬头，目中甚至都露出一丝震撼，居然吸了口气。白小纯也愣住，赶紧看向远方，立刻就看到远处的天地间云层翻滚，似有千军万马在内，使得天地色变，风云狂卷。隐隐可以看到10艘惊人的战舟正以极快的速度直奔此地而来。战舟上足有上万修士，一个个散发出修为的波动，使得整个天地仿佛成为了大海，掀起了无穷无尽的波涛骇浪。甚至在那10艘战舟前方，此刻竟有刺目之光凝聚，锁定地煞老怪。几乎在白小纯看去的刹那，这10艘战舟前方的刺目之光就发出滔天的轰鸣巨响，这声音之大，震耳欲聋，甚至让得大地都颤抖，化作了10道长虹，直奔这里呼啸而来。速度之快，似可以穿梭虚无，瞬间临近，轰在了地煞老怪的面前。地煞老怪面色大变，袖子狂甩，无心理会白小纯，猛地后退。几乎在他后退的同时，轰鸣之声更强烈的扩散开来，那黑色大手直接被光柱撕裂，就连半空中的黑云也都在光柱下全部崩溃。而地煞老怪虽抵抗了这一道道光柱，可却身体退后10丈，面色不断变化时，这10道光柱在大地上直接轰出了10个巨大的深坑。大地颤抖，白小纯不断吸气时，一道身影从一艘战舟上直接飞出，直奔此地而来。人还没到，声音就传遍四方：地煞老怪，你敢伤我降魔堂弟子！此人正是那位慈眉善目的降魔堂堂主冯有德。他的身影展开全速，轰鸣而来，刹那就出现在了地煞老怪的面前，右手抬起，狠狠一拍而去。冯有德，你疯了不成？地煞老怪面色变化，身体再次后退，传出怒吼，心中更有恐惧与茫然。他觉得自己没怎么招惹这空域的降魔堂啊，他们至于吗？为了自己，居然出动了如此规模。他话语刚出，那10艘战舟前方的刺目之光再一次轰然爆发，直接横扫苍穹，直奔地煞而来，巨响滔天，地煞喷出鲜血，惨叫中急速后退。他披头散发，很是狼狈，甚至一条手臂都崩溃了。此刻目中带着愤怒与委屈，向着冯有德大吼：10艘灭阴舟啊！你疯了！为了杀我，你们至于吗？搞这么大场面，出动10艘灭阴舟损耗的资源，值得吗？地煞老怪胆颤心惊，大吼之余，不惜代价展开秘术，急速逃遁，内心也有绝望。他觉得自己这一次真的要陨落了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星空道极宗为了杀自己，居然付出如此手笔。死在10艘灭阴舟下，我也认了。地煞绝望，渴求生之意还是爆发。及时逃遁时，他忽然觉得不对劲，回头一看，冯有德居然没追。地煞狂喜，激动的加速疾驰而去，内心颤抖，更有劫后余生。此刻的白小纯呆呆地看着这一幕，看着那10艘惊人的战舟，看着降魔堂的堂主在半空中的绝世神威，他渐渐地感动起来。宗门对我太好了，白小纯眼圈都红了。他觉得自己之前不该怀疑宗门，此刻激动中，连忙向着半空中的降魔堂堂主抱拳一拜：“弟子白小纯，你还好吗？”白小纯话语还没等说完，冯有德就紧张地看了过来，立刻问道：“小纯，降魔堂是你的家。”白小纯更感动了，他觉得宗门对自己太好了，尤其是这个降魔堂的堂主，不但亲自出现，更是带着1万多人，还有那10艘一看就极其不凡的战舟，甚至还记得自己的名字。这一切让白小纯感慨之余，虽也疑惑为何这4周的上万修士一个个在看向自己时都带着疑惑与诧异，可还是大声的开口：“弟子白小纯没事。”冯有德深吸口气，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，关切的问道：“有没有受伤？”说完，他仔细的看了看白小纯，确定他身上没有什么伤势后，从储物袋内又取出一些丹药，递给白小纯：“回去后吃下，别有什么隐伤在身。我想魔堂不能让弟子流血又流泪。”冯有德双目露出欣赏，拍了拍白小纯的肩膀：“以结丹修为，竟在元婴真人的手中坚持了如此长久的时间。白小纯，
你为我响魔堂立下大功。”冯有德大笑，话语传出时，四周的上万修士都面面相觑。他们不知道白小纯这里到底立下了什么功劳，一个个心中也都升起各种猜测，觉得冯有德这里对白小纯似乎太好了一些。尤其是里面一些降魔堂的老弟子，他们了解冯有德，看到这一幕后，一个个睁大了眼，暗中不断揣测。他们从来没见过冯有德这么对一个弟子。要知道，平日里冯有德看似慈眉善目，可实际上却小肚鸡肠，睚眦必报，稍微不悦就会让人如置身隆冬。甚至暗中在降魔堂内，冯有德有个弟子之间的称呼，称其为冯阎王。可眼下亲眼看到冯阎王竟对白小纯这里如春风一般，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心神震撼，联想之前冯阎王气急败坏地召唤所有人，甚至不惜调动10艘灭鹰舟，显然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救白小纯。这白小纯，他是谁？什么来头？白小纯与堂主什么关系？种种猜测浮现众人脑海时，云道子在人群内，此刻身体抖似筛糠，不断吸气，内心哀嚎，惶恐到了极致。对于唆使自己暗算白小纯的李元胜，更是恨之入骨。该死的李元胜，你这是要害死我啊！白小纯听到冯有德话语，愣了一下，很是诧异，可觉得既然眼前这降魔堂堂主都这么说，那一定是自己无意中立下了大功，于是挺起胸口，神色摆出一副悍不畏死的模样，大声开口：“这点伤势不算什么，弟子只不过是之前灭杀了20多个金丹修士，又斩杀了上百个筑基强者，最后又在那元婴老怪手中与其缠斗一番。我白小纯誓死守护降魔堂，为降魔堂肝脑涂地，义不容辞，区区功劳不足挂齿。”他这么一副样子，让四周的降魔堂修士一个个瞠目结舌，想笑却强自抑制，纷纷神色古怪起来。就连冯有德也都忍不住干咳一声。他之前的话语本是为了照顾白小纯，刻意这么说，如此一来，回去后就可借助这个由头，赏赐大量贡献点下去。可这白小纯竟说得如此夸张，使得冯有德都觉得尴尬了。眼看白小纯还要开口，连忙打断：“好，咱们回宗再说。”冯有德袖子一甩，带着四周万人化作一道道长虹，直奔传送阵。一行人浩浩荡荡，很快就通过传送阵，回到了星空道集宗的空域彩虹上。这一次雷霆出击，白小纯的名字立刻传遍整个降魔堂，所有降魔堂的弟子都印象极为深刻。尤其是冯有德对白小纯的态度，更是让其他人这里在看到白小纯时都有了敬畏之心。在这众人敬畏时，降魔堂大殿内，冯有德召见了白小纯。云道子身为冯有德心腹，不安地跟随在身边，看着一旁的冯有德那慈眉善目的表情，带着温和的微笑，更有鼓励赞叹，正火热地望着其面前的白小纯。这样的冯有德是云道子这些年来很少见到的。这一幕让云道子更颤抖，内心哀嚎，知道自己这一次算是惹了大祸。小纯，这一次你做得非常好，既然你立下这绝世功劳，老夫做主，从此之后降魔堂内所有任务你都可以免除了，在这里你可以放心修行。冯有德目中的欣赏越来越浓，看着白小纯笑道。白小纯这一路始终沉浸在感动之中，此刻听到冯有德的话语后，他内心一震，看向冯有德：“堂主，你对我太好了。”白小纯感动开口：“何止是太好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。”云道子在旁边看着冯有德与白小纯的交谈，心底苦涩喃喃，双腿忍不住打起来白子。哈哈，这是你应得的，以后就把降魔堂当成是你的家，在这里你不会有任何危险，不要担心，要好好的修炼，争取早日突破，踏入元婴。冯有德笑道，声音越发的柔和。白小纯深吸口气，他觉得自己太幸福了，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虽然他也在琢磨自己到底立下了什么功劳，在这修炼中，但凡有不懂的，你就来找老夫。至于贡献点，凭着你这一份功劳，你可以从降魔堂内换取你一切修行的必要之需。堂主，白小纯身体一震，哈哈，不要露出这种小孩子般的神情。小纯，降魔堂是你的家，老夫是这个家的家长，对你好是应该的。这是老夫从药堂内专门给你取来的适合结丹修士修行的丹药，你拿好，记得一定要尽快突破，踏入元婴，这
就是对老夫，对我响魔堂最好的报答了。冯有德笑容更为和蔼，递给白小纯一个储物袋。堂主，白小纯身体再次一震，接过储物袋后，他的感动已无法形容，向着冯有德抱拳一拜后，冯有德又鼓励了几句，这才让白小纯退下。白小纯一路带着激动离开了大殿时，冯有德脸上的和蔼瞬间消失，化作了阴沉，狠狠地看向身边的云道子。云道子，你干的好事！云道子扑通一声，立刻跪拜下来，脸上神色灰败，更有求饶之意。堂主，我错了，好在白小纯这里无碍，否则的话，你就坏了老夫的大事。冯有德冷哼一声，袖子一甩，一股狂风卷在云道子身上，直接将其卷出大殿。云道子喷出鲜血，勉强站稳。若非是看在这些年你的忠心，这一次老夫定剥了你的皮。从现在开始，白小纯在降魔堂内有一丝一毫的损伤，老夫让你好看。冯有德声音带着冰寒传入云道子耳中时，云道子身体颤抖，在大殿外连忙抱拳，大声开口：“堂主放心，弟子誓死完成任务。”半晌之后，见大殿内再没有声音传出，云道子嘴角再次溢出鲜血，他擦去血渍，看向远处时，目中露出怨毒。这怨毒不是针对白小纯，而是针对李元胜。李元胜！云道子咬牙，身体一晃，骤然飞出，直接冲出降魔堂的范围，飞奔李元胜在其家族之外的洞府。不多时，云道子就来到了李元胜的洞府，右手抬起，向着那洞府大门狠狠一挥，轰的一声，洞府震动。李元胜正在打坐，此刻双目睁开，皱着眉头走出洞府，一眼就看到了洞府外气势汹汹的云道子。云道兄！李元胜刚一开口，还没等说完，云道子怒吼而来，掐诀之下，立刻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直奔李元胜而去。李元胜，我云道子认为你是一个可交的朋友，你竟如此害我！我怎么害你了？李元胜愣住，立刻后退，勉强避开云道子的神通后，一样怒道：“你让我去灭白小纯，你这根本就是要借他的手来弄死我！你知道那白小纯是什么人吗？李元胜，我云道子可有得罪过你？”云道子眼中露出血丝，速度极快，轰的一声，直接拍在李元胜的身前。不可能，此人只是一个中游宗门的质子而已。李元胜嘴角溢出鲜血，不断后退时，听到了云道子的话语，他也是大吃一惊。他根本就不是一般人。冯堂主一听他有危险，面色都变了。我从来没见过堂主如此神情，竟带着响魔堂1万弟子，还有整整10艘灭鹰舟，直接杀了过去。李元胜听到这里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，呼吸急促，失声惊呼：“这怎么可能？你都不知道那地煞老魔伤的有多惨！”云道子怒道，对李元胜恨之入骨。可毕竟对方家族势力太大，云道子发泄一番之后，袖子一甩，带着怒意离去。谁敢要白小纯小命？直至云道子离去，李元胜站在洞府外，面色青白不定，嘴角还残留着鲜血，他的呼吸急促，渐渐握紧了拳头。那白小纯只是一个中游宗门的质子而已，且那逆河宗至今还没有出现天人境的存在，根基不稳，随时可以被覆灭。这么一个质子能有多大的来头？李元胜咬牙，有心放弃，可却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。一想到当日在空城内自己在人前受到的连番羞辱，心高气傲的他就立刻失去了冷静，目中寒芒闪耀。这一次一定只是巧合，是降魔堂元婴真人与那位地煞老怪之间的矛盾。我不信那白小纯背景比我还大。云道子既然不肯帮我，那么这一次我自己动手，定要让那白小纯知道天高地厚。李元胜狠狠一咬牙，取出玉简，思索半晌后，立刻发动自身的家族力量，请人相助。数日后，李元胜走出洞府，神色内带着阴冷，一晃之下，直接通过传送阵离开了空域彩虹，去了下方的空城，直奔空城内西部沙漠中白小纯的客栈所在。此刻的客栈内，随着张大胖等人的陆续飞升，只有徐宝才一个人留在这里，带着一群修士坐镇，每天看着大笔大笔的贡献点入账，很是滋润。还是在这里好啊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少祖他们都羡慕。徐宝才满足地躺在那里，四周有7、8个侍女正在为他揉捏全身，感受那一双双小手传递来的温暖，
徐宝才慢慢脸上露出笑容，右手一勾，抱住了身边一个相貌秀丽的侍女。今天老爷选你侍寝了。徐宝才眯着眼笑道：“宝才老爷，这侍女休道。”徐宝才哈哈一笑，心头火热，正要翻身时，突然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从外面骤然传来，眨眼间如同地动山摇，整个客栈颤抖，轰鸣中房顶竟直接被掀开。一时之间，无数人惨叫，四周巨响弥漫时，整个客栈竟直接坍塌。徐宝才惨叫一声，赶紧冲出，内心颤抖的同时也有怒意，气急败坏的正要开口，突然的他倒吸口气，看到了半空中穿着黄色长袍的李元胜。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联系白小纯，让他给我滚下来。一炷香后，若他不出现，此地李某将拔下封地旗。李元胜冷声开口时，右手抬起一挥，顿时火海漫天降临，所过之处，客栈顿时被燃烧起来，露出了在客栈中间一处插着小旗的区域。那面旗正是白小纯的将这方圆10里化作自身私产的封地旗。徐宝才眼珠子都红了，看着四周的废墟，看着那一个个惨叫重伤的青龙会修士，他呼吸急促，明知道这是对方要引下白小纯，可他没有别的办法，此事必须要通知白小纯。于是立刻拿出玉简向白小纯传音。与此同时，空玉彩虹上，白小纯盘膝坐在洞府内，吞下冯有德给自己的丹药，感受着修为的磅礴。打坐吐纳后，他双眼睁开，长长吐出一口浊气。对于数日前永洞州的一幕幕，白小纯多次回想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他也思索过很多种可能，但都觉得不大对。先是空玉掌座的态度，而后又是冯有德的转变，这里面有问题啊！要不要找个机会试探一下呢？白小纯摸着下巴，正琢磨时，忽然神色一动，低头从储物袋内拿出一枚玉简，临时一扫后，立刻在他的脑海里就传来了徐宝才哭诉的声音：“少祖救命！少祖，那李元胜又来了，把咱们客栈烧了，很多青龙会的兄弟都被重伤。那李元胜让我告诉你，你若一炷香不来，他就要拔旗了。少祖，怎么办啊？”徐宝才哭诉。白小纯听到后，立刻吸了口气，怒意升起：“要拔旗？那是我的私产，还烧我客栈！李元胜啊，李元胜，你之前暗中要害我，此事我还没和你算，现在你竟又如此欺负人！”白小纯怒了，徐宝才被欺负，客栈被烧，旗要被拔，这一件件事情让白小纯猛地站起身。要引我下去吗？在这空域彩虹，不方便对我动手。也好，这也正是我所想的。白小纯从储物袋内直接将响魔堂的令牌拿出，挂在自己身上后，立刻飞出洞府。我以响魔堂的身份去，这李元胜若敢对我动手，就是对响魔堂不敬。白小纯一路气势汹汹，很快到了传送阵。临走前，他想了想后，给响魔堂的堂主冯有德传递了消息，这才放心的踏入传送阵内。刹那消失，出现时已到了空城，一路飞奔，很快就到了西城的沙漠之地。远远的，他就看到此地有大量修士围观，远处有黑烟滚滚升空，火光弥漫，那里正是他的客栈所在之地。眼看着自己的客栈成为了废墟，看着徐宝才以及青龙会的众人，一个个都在四周，每个人都面色苍白，嘴角溢着鲜血。而那李元胜此刻站在废墟中心的火海内，他的面前正是白小纯的封地旗。李元胜，你敢拔我的旗！白小纯大吼一声，身体蓦然飞出，人还没到，他的寒气就骤然扩散，刹那覆盖四方，使得焚烧客栈的火海瞬间一顿，似要被熄灭。李元胜抬起头看向白小纯的瞬间，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右手抬起向着白小纯一指，立刻在白小纯的四周瞬间虚无扭曲，阵阵惊人的气息猛地爆发出来，有4道身影竟从虚无内一步走出。白小纯面色一变，脚步刹那停顿下来，四周的寒气更为强烈，冷眼看向从虚无内走出的这4人。这4人都是青年，修为竟全部都是结丹中期，且明显与之前李元胜身边的那些纨绔不一样，一个个神色阴冷，煞气弥漫，显然是真正的天骄之辈，且杀戮不少的样子，就连相貌也都有些相似，身上的穿的衣服竟是绿色。这4人一出，四周修士大多数不认识他们，可还是有个别之人，在看清了这4人后，顿时吸气，
失声惊呼：“炎火四子！”星空道级榜上排名都在前300的炎火四子。在这个别之人惊呼时，白小纯也皱起眉头。这4个绿袍弟子，每个人身上的威压都不弱，甚至比左恒峰身边的那2个结丹修士还要强悍一些的样子。李元胜哈哈一笑，向这4人抱拳一拜，又看向白小纯时，目中露出锐利之芒。白小纯，今日之事不管如何，你这客栈是不可能存在了。今天这里的封地旗，李某拔定了。李元胜大笑，他这一次请动了炎火四子，信心十足，尤其是4人一起出面，任何一个都是与白小纯一样的结丹中期，在他看来足以碾压白小纯了。不但要把你的旗，甚至连你这里，今天李某要让你知晓，有些人不是你可以得罪的。李元胜大笑，右手抬起一挥，顿时他四周火海再次扩散，轰鸣八方时，四周的废墟几乎化为焦土。动手！随着李元胜话语传出，白小纯四周的炎火四子目中露出轻蔑，4人同时向前走出一步，顿时有惊天动地的火焰之力赫然从他们4人身上爆发出来。远远一看，居然形成了4尊火焰巨人，化作惊天的威压，向着白小纯直接轰杀而来。他们没有要击杀白小纯之意，可却打定了主意，要在这里让白小纯重创。白小纯双眼一闪，右手掐诀猛地一挥，顿时寒门养念诀爆发，寒气在他四周急速凝聚，向外不断扩散时，白小纯后退数步，仰天大吼：“太欺负人了！你们太过分了！4个打我1个，还要把我的旗毁我的家业，你们这是想要我的小命啊！堂主快来，有人要杀我啊！”白小纯用了最大的力气吼道，声音如雷霆，传遍4方时，还没等那炎火四子与李元胜反应过来，突然的，整个苍穹骤然雷霆轰鸣，风云色变，似有无穷之力推动波纹，浩荡无边时，一股惊人的气势直接从天空降临下来。隐隐的可以看到半空中竟走来一个老者，这老者一脸阴沉，目中更有寒芒，随着出现，威压更为强烈，使得大地震动，地面上所有人都身体颤抖。看到这老者的瞬间，一个个内心惊呼：这老者正是降魔堂堂主冯有德！谁敢要白小纯小命？他的声音带着怒意，轰鸣天地。星空道极榜，这声音回荡，蕴含元婴之威，立刻就让白小纯四周的那炎火四子面色瞬间大变，身体更是一颤。若是寻常的元婴也就罢了，以他们4人的天资以及星空道极榜的排名，对于寻常元婴并不在意。可这冯有德是元婴后期，仅仅是在修为上就足以超越很多寻常元婴修士，让炎火四子内心畏惧。而最让他们4人敬畏的，则是冯有德的身份。星空道极宗内元婴不少，可能成为4域彩虹堂主的只有那么几十人而已。尤其是降魔堂堂主，无论是在哪一域，都是凶悍之人。这样的元婴老怪，少有人敢去招惹。此刻眼看对方带着怒意而来，炎火四子立刻哆嗦。他们都尚且如此，更不用说李元胜了。他虽是天人家族的族人，以其家族之力，自然不会忌惮一个元婴堂主。可这是他家族的力量，并非是他个人。对于其家族而言，因为一个族人去得罪一个不但是堂主，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可能成就天人的修士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李元胜深刻的明白这一点，所以此刻他的恐惧更为强烈，内心更是哀嚎起来。他想起了云道子的话语：怎么可能？这白小纯到底什么来头？李元胜首次后悔自己的行事，尤其是他看到炎火四子哆嗦中带着怨毒看了自己一眼后，他就更后悔了。冯前辈、晚辈，李元胜硬着头皮抱拳，正要开口时，白小纯这里也对冯有德的到来愣了一下。他虽之前传递了消息，也存着试探之意，可真正发现对方居然降临后，他内心的震动依旧强烈。要知道，这不是在宗门内，这是在宗门外，而且对方在意自己的程度也超出了他的想象。此刻一听李元胜要开口，白小纯反应很快，立刻一指炎火4人，向着天空上的冯有德连忙开口：堂主，就是他们想要我的小命，还有下面那个逼我拔封地旗，旗在人在，旗到人亡啊！不是这样的，冯前辈您听我说。李元胜一听这句话，顿时紧张，赶紧要去辩解，甚至炎火四子也都要开口辩解。
天空上的冯有德此刻也郁闷，他之前收到白小纯的传音后，也迟疑了一下，觉得以自己的身份，总不能跟个守护者似的。可一想到那位大人物对自己的许诺，他就一咬牙，这才关注。也看到了炎火四子的出手，他想着是自己既然有了决断，那么为了以后这样的事情少一些，索性这一次完全配合，直接震慑所有欲招惹白小纯的弟子，一次性的解决所有后患。此刻目中露出寒芒，冷哼一声，打断了李元胜的声音，袖子一甩，一股大力骤然从云层内散开，在白小纯的四周轰然一震，形成了冲击，使得炎火四子每个人都喷出鲜血，身体被狠狠地推出数百丈开外。滚回去好好修行，不要来参与这种事情。冯有德淡淡开口。白小纯眼看如此，也在一旁开口：没错，回去好好修行，不要来参与这种事情。四人面色苍白，勉强站稳后，嘴角再次溢出鲜血，可却不敢还口，一个个低头抱拳后，都怨毒地扫了李元胜一眼，这才咬牙化作长虹离去。李元胜内心颤抖，身体下意识的后退，可还没退出多远，冯有德冷冷看去，袖子再次一甩，顿时一股狂风凭空的在李元胜四周出现，骤然横扫。李元胜惨叫一声，喷出鲜血，身体被直接卷去。老夫不管你与白小纯之间有什么矛盾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若再顽固不化，休怪老夫下令将你调入响魔堂内磨练一番。冯有德缓缓开口，话语传入李元胜耳中。李元胜哆嗦得更厉害，神色内露出恐惧。他可不想去降魔堂，此刻心底后悔到了极致，对于白小纯这里的背景更是苦涩，赶紧低头抱拳，快速离去，打定主意，绝不再招惹白小纯了。没错，李元胜，你若再来招惹我，你就来响魔堂陪我吧。白小纯振奋，耀武扬威的开口。眼看李元胜要走，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赶紧大吼一声：慢着，毁了我的客栈，你要赔偿！李元胜内心滴血，咬了咬牙后，扔出一个储物袋，匆匆遁走。眼看这一次的事情就这么的解决了，白小纯很高兴，抬头望着冯有德，抱拳一拜：多谢堂主。冯有德无奈的看了看白小纯，干咳一声，勉励了几句后，也转身离开，不愿在这里久留。那种被人召之即来的感觉，让他心底很不适应。冯有德一走，徐宝才以及青龙会的那些修士，一个个都神情变幻，看向白小纯时，如看神人一样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次的危机居然就这么的化解了。尤其是白小纯一招手，居然来了一个元婴修士，这一幕不但让他们震撼，四周的所有观望修士全部都稀奇不止。白小纯得意地走到徐宝才等人面前，拍着胸脯吹嘘一番，收获了无数狂热的目光后，他又拿走了不少贡献点，这才大摇大摆地回到了空域彩虹。直至回到了洞府内，他目中深处有金芒一闪，对我竟如此关注，居然真的召唤来了，而且看起来不似心甘情愿，还有当初那空域掌教也不是心甘情愿的样子。这么看来，是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的，此人会是谁呢？白小纯沉吟，若有所思。时间流逝，很快过去了1个月。这1个月来，李元胜果然安静了，再没有去招惹白小纯，而白小纯这里也没有任何响魔堂的任务去指定他完成。非但如此，甚至他每次去响魔堂内看好什么，都可以如赊欠一样直接拿走。不过这降魔堂内一些特别少见或是贵重之物，白小纯就无法赊欠了，那不是仅仅贡献点就可以购买的了，需要在星空道级榜上有一定的排名才可。白小纯也没太在意，日子过得渐渐滋润的同时，他的修为也与日俱增，甚至修炼人山诀要去的第2层彩虹所需的令牌，白小纯也在响魔堂内买到，虽价格不菲，可他还是一口气买了好几块，这才依靠令牌传送到了第2层中的右侧彩虹上，左侧是天人所在，而这右侧则是星空道极宗掌门之地。此地有一个名字，叫做万星彩虹。这第2层的万星彩虹，同样也存在了诸多修炼功法所需的特殊之地，任何弟子持有令牌都可进入修行。除此之外，这万星彩虹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正是因为在这里存在了名震星空道极宗，甚至名震整个东脉修真界的星空道极榜。这星空道极榜极为浩瀚，这万星彩虹上有3成区域都被这星空道极榜占据。放眼看去，那3成区域的7色彩虹内，
弥漫了无数璀璨星辰。这些星辰分布在彩虹的7种颜色上，其中赤色上的星辰最多，密密麻麻，不计其数。即便是橙色也有数万，黄色数千，绿色彩虹上也有1000多人，随后才慢慢减少。青色只有400-500的样子，蓝色上百，而首层的紫色最少，只有8颗星辰。这里的每一种颜色就是一处试炼之地，每一个星辰都代表了一个天骄。而这仅仅是有资格上榜之人，还有更多的修士没有资格升起星辰，因无法升起星辰之人太多，也就使得但凡能在彩虹上升起星辰之人，都足以让不少人羡慕，而排名越高，则受瞩目就越多。甚至为了让这些有资格升起星辰之人更显赫，在星空道极宗的阵法运转下，使得所有在彩虹上的弟子，只要抬头仔细去看那些星辰，当全神贯注后，会自行的在脑海里浮现出这星辰天骄的名字。星空道极宗正是以这种方法，使得无数弟子对于这星空道极榜极为执着。但凡能列位彩虹，都可以轰动八方，而进入这星空道极榜的资格，则是原因以下。